迎新闻大白话，我是罗哲。在看到以色列跟伊朗的情况哦，因为现在呢，以色列呢展开了报复哦，在德黑兰经传5爆炸巨响哦，那现在画面也流出来了，这个是半官方的伊朗媒体的报道哦，我们可以看到，在周六清晨6点的时候，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大家看到都是黑夜当中，突然好像有一些火光开始冒出来了，经传5个爆炸声响。那这个地方呢是在德黑兰近郊的卡拉季市传出的，那这个巨大的声响呢，原因目前还不知道，但是发电厂是攻击的目标之一啊。那以色列的时报就报道说，以色列官方声明以军目前正在攻击伊朗的军事目标，以回应过去几个月伊朗政权对以色列的持续攻击哦。这个是根据政治高层指示所做的行动。那政治高层是谁呢？相信也引起大家好奇，会不会是美国呢？还是有更高层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列出了像这样的时间序哦。早上7点13分的时候，以色列对伊朗进行空袭。7点43分的时候，白宫接获通知。8点半的时候，叙利亚当地以及南部地区多个军事设施呢也遭到以军的空袭。那在9点半的时候，伊朗的这个传媒指出德黑兰再度传出4次的爆炸声音。9点半35分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的官员称奥斯汀跟以色列的防长正在进行通话当中。那以色列打击伊朗的军事目标，称全面动员的攻防能力以色列的军方呢今天证实已经对伊朗的军方呢进行精准的空袭攻击。那现在以色列的国防军他也表示说，以色列这次防御跟经济能力已经是全面动员了，将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来保护以色列跟人民。另外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呢，以色列在这波的报复行动当中不涉及伊朗的核设施或是石油设施。但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CNN 报道报复行动已经结束了，因为以色列的公共广播电台说3波的攻击已经完成，所以也宣告这次行动已经结束了。那美国呢肯定以色列攻击是适度，而且具有针对性，但是也没有酿成更大的伤害。那现在美国开始是不是要撇清一些关系了？我们看到伊朗的媒体称美伊战机在伊拉克、叙利亚的领空活动那这样的情形呢，包括像是在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领空活动的消息。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是说，多架的美国空军 F-16战机呢已经抵达了中东。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拜登整晚呢几乎都在追踪以色列的行动美国官员警告伊朗不要回手。拜登这边美方评估说，以色列的行动适度，也警告伊朗不要出手再回击。那以色列的报复伊朗有没有通知白宫呢？官员说，没有啦，我们美国没有参与这个是匿名的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空袭事前没有知会美国啦，所以美国并没有参与这样的行动。那对于这样的情形呢，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就说了，这个以色列锁定军事目标空袭是在行使自卫权，也是呢在回应伊朗10月1号对以色列的弹道飞弹攻击。所以美国他们态度做了明确，说我们没有介入这样的情形，但是是不是生怕卷入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传出美国已经向沙国提供了防御保证这个是有知情人士传出说，美国现在已经向沙烏地阿拉伯发出讯息称现在已经做好了要帮助保卫沙国避免受到伊朗或是代理人的攻击。因为相对美国而言保护沙国的领空唯一的好处就是保护石油以防遭到攻击，也导致全球的能源价格飙升。那我们知道会不会中东即将大战呢？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点就是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这个部分，因为荷姆兹海峡呢拥有世界上1/3的天然气，将近20%的全球石油都要通过这个海峡，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这个海峡呢，就是中东地区的油库总阀门的咽喉。那《纽约时报》现在也报道一系列4大原因导致全球可能会面临到毁灭性的灾难，说以色列如果一旦跟伊朗开战的话，以色列跟伊朗拥有中东地区最强大的2支军队，以色列也有美国的后援，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可能会让驻扎在该地区的这样的美军卷入到冲突当中。再来第3个就是瞄准沙国或阿联酋的炼油厂。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伊朗控制这个海峡之后呢，如此就可以等于伊朗控制了全世界的石油航道。另外呢，误判的空间很大。除了军事的地区之外呢，以色列还针对平民地区发动攻击，显示以色列现在可能更愿意冒险对伊朗开战。好，花管人请教斌哥，斌哥你怎么看这一场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情形？
其实当然，以色列就是实行他早就说好了要报复。是，那当然这个报复是几经思考过的结果，因为美国一直很担心他会去攻他的核设施啊，或者攻他的石油这些设施啊，这些都会造成全世界非常不可测的一个动荡。是，那所以显然以色列就限缩了他的攻击范围。那据说目前是只攻击军事设施，这是以色列方面所宣称的。那因为伊朗到现在还没有讲出他遭受到什么样的损害，对，跟被攻击的哪一些地方，所以我们还要看，因为有一些报道是说有一些平民地区也遭受攻击，那当然目前都不确定，是，所以还是要看最后的结果到底怎么样，也要等待伊朗方面的回应哦。那接下来就是以色列出完招了，那伊朗要不要出招？那伊朗会出什么招？那美国当然是警告伊朗，你不可以再打，你再打我可能就要翻脸了。那可是伊朗就咽下这一口气吗？恐怕也未必很难吞得下去哦。是，那但是伊朗什么时候会还手呢？也不一定。为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上一次他拖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是在大家都以为他大概是不是打算就这样算了之后，他突然之间又回击了。那当然回击还是有限度的回击。所以我是一直认为，虽然以色列有恃无恐，觉得美国是我就是在我背后撑腰，对，所以我高兴干嘛就干嘛。可是呢，我觉得以色列真的，你说要他跟伊朗全面性的开战，我个人认为可能性很低。因为毕竟两国中间不是直接接壤，他还是要跨境去过。那中间被经过的这些国家，其实也都会抗议。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以色列要跟伊朗全面开战，大概可能性很低。可是呢，你这一次又去炸了伊朗之后，那伊朗大概除了他会不会做直接报复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认为伊朗对真主党、对哈马斯这些援助，大概又是会有新一波的源源不绝的提供给他。那对伊朗来说，我没有办法直接找你出气，那我就只好找胡塞啊、找真主党啊、找哈马斯啊，再对你进行骚扰攻击。大概这个对伊朗来讲也是个比较相对可行的办法，是因为伊朗同样的，他也对以色列距离遥远，你说他直接攻打以色列也不高，还是只能用导弹做这样的一个回击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国的冤仇是结上了，可是你说现在会不会演变成全面性的战争？我认为可能性不高。可是问题是，以色列到底什么时候打算收手？也就是其实真正问题的重点是在于黎南，在于加沙走廊，以色列还没有停啊，他还在继续搞。那他搞了这样就算了吗？然后他这次攻击的另外一个目标是叙利亚，当然他的理由是说叙利亚这边有人对他攻击，所以我也要回击。可是问题是，这个是个没完没了的。以色列如果持续这样扩散下去的话，美国能承受得了吗？可是看起来纳坦雅胡就是要在这个美国新的总统选出来之前，我就要玩一波，扩大我所有的战果。这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态。是，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呢？在前1-2个礼拜，伊朗这边有不断的放话，就是以色列如果敢造成伊朗的重大就是受损。他讲的重大受损，当然就是石油设施跟核设施。对，他会回应1000枚这个弹道飞弹对以色列的攻击，因为在10月1号的时候，180枚伊朗的飞弹其实是打到了以色列的军方的空军基地。那我觉得以色列其实是感受到威胁了。是啊，那他当时10月1号打的时候，不是只有针对在德黑兰的时候哈马斯的领袖被暗杀，而是那个时候以色列就开始已经要转向攻击真主党在黎南地区黎巴嫩南部的地区，而且开始做一些对贝鲁特的轰炸。那伊朗等于是做一个表态，你要有所节制。可是呢，事实上以色列并没有节制那在加沙现在已经死亡到43552人，而在黎南地区也已经超过将近3000人的死亡。是。这一次，你看到他早上2点半，当地时间早上2点半，打了4个小时，100架以色列的 F-35I 的飞机飞了大概2000公里。如果到德黑兰的话，打了3波，第一波是针对防空设施，第二波、第三波是针对导弹跟无人机的基地，还有他们的生产基地。然后以色列很明确的讲，他没有打任何的石油设施跟核设施，所以我觉得大概。目前而言，相互的飞弹表演式的这种互打这波可能会结束。因为在今天早上当地的9点，伊朗的就是机场又恢复了这个航行正式这个航行，所以我是看到了，也就是说这一波当然
最关键是要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川普会当选，川普真的是非常支持以色列，但呢，他还是不希望看到有这种战争扩大，搞得后来要把美国拖进去的这种危险。是啊，他因为不喜欢这个战争，所以他可能会要求你 enough is enough， 你已经有自卫了，你当初哈马斯打你一天，在去年10月7号造成1135个人死亡，你花了1年已经这个报复了，打回去了，对不对？是不是？你现在还打到真主党，这个还打到伊朗去了，你再扩大就要真的变成大战了。对，那隔了这么远，你还要再扩大吗？以色列大概也知道不会，伊朗会不会？我觉得伊朗现在开始有战略耐心。第一个，伊朗被选出来的新的总统，他其实是要走经济发展，是他要这个让伊朗整个能够发展站起来。第二个是你看到他加入到了金砖会议哦，金砖会议的代表的意涵是多重面的，而沙特也在这个里面。然后呢，沙特在上个礼拜跟伊朗就主动提案，是不是这两个过去是世仇，但后来在中国的协调之下和解建交，伊朗沙特提案，我们到红海去做共同军事演习，所以沙特也表示在安抚伊朗。然后呢，习近平在金砖的时候见伊朗的新总统，支持你伊朗的发展，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其实就是要他稳下来。是哦，那美国呢，当然在这个背后完全都是始作俑者，他就是在推波助澜，他根本这个拜登就是在全力支持以色列的攻打，因为他知道伊朗这些国家不敢去全面的打，在他最后下台的之前，支持以色列最后的这种报复行为。是，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呢？我觉得啊，那个以色列可能不断的在倒果为因啊，他在讲说，目前啊，就是因为伊朗对他不断的进行攻击，所以呢，他要进行反击，这是不是让我们忘记了某些事啊？也就在今年的4月1号啊，伊朗驻大马士革的大使馆是被谁攻击的啊？不就是你以色列吗？那接下来才出现了4月14号324枚的无人机巡弋飞弹以及弹道飞弹反击，不就是这样吗？所以一切的问题都是来自你以色列啊，结果你以色列好像变成被害人啊，说是伊朗在攻击你，伊朗什么时候攻击你啊？就是你一直在攻击伊朗啊。另外啊，在昨天的节目里头，我特别拿这个以色列时报的内容啊，我们来讲说，那个以色列的国防军的参谋长表示说啊，他说以色列有可能决定结束了这个与真主党的冲突，他话才刚刚讲完，结果就出现什么？以色列开始攻击叙利亚，以色列开始攻击叙利亚的时候，我昨天在节目里头特别讲到，他把战略轴向开始改变，下一个倒霉的也就是伊朗。果然，今天伊朗就被攻击了。然后你以色列会不会太刚好啊？也就是美国的萨德的防空系统才刚刚运到，你就开始胆子大了。那其实呢，萨德它这种系统的确是有比较卓越的地方，因为它的萨德雷达，也就是在各位观众左下角的这一个萨德雷达，可以往前看2000公里，然后往前看2000公里，它还可以前向的部署，它也可以后置的部署。后置的部署主要是导引的萨德飞弹，那前向的部署主要是为了预警。那这个是在美军啊它的概念里头建构这一种萨德跟爱国者的2层的这种防空系统，也就是先由萨德接战，接下来才由爱国者接战，这个是美军的思维啊。那但是呢，我们想要这样子讲啊，也就是当美国给你飞弹的时候，你就开始大声了。可是我们再想一想，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一个联合国啊？那联合国里面的，按照联合国的宪章是怎么说的？联合国宪章的第2条第4款也禁止使用武力的这个相关的条文，第51条更清楚的讲到说，如果你是被攻击的，你应该先到安理会里面来处理。
可是你有吗？以色列你有吗？哪怕是像你这样子倒果为因，你有吗？没有，你只是去告诉美国，你告诉美国干嘛？这个世界真正的核心应该是联合国啊。那所以美国你就这样子纵容以色列这样子破坏世界的秩序，破坏现在所有的国际法的规则，不要怪金砖国家越来越多，这个就是你美国造成的后果。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玩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英国的核潜舰的人员现在被爆出超时执勤还缺粮，结果吃什么？吃小熊软糖来止饿啊！这个是英国皇家的海军核子动力舰为期6个月的巡航，没想到呢，在这当中居然缺粮，导致这个舰艇上的人员必须要靠着口粮，甚至吃小熊软糖来止饿。那原因到底怎么回事呢？原因是这些补给的计划不明而被取消。那医护人员甚至担心这些潜舰的士兵因为饥饿或注意力等涣散的情况呢，必须要提供口服的咖啡因片来撑下去。那英国现在的财务大臣就说，英国现在需要以冷静的经济现实主义来处理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他们说，我们确实欢迎中国的经济在其他的领域上面进行投资，这有助于英国带来更多的投资跟就业机会。好，这里看到金砖的情况金砖现在不惧欧美制裁了，因为现在金砖国家呢也有强大的肌肉，不会因为金融的绞索而屈服，这个是南非的金砖大臣所提出来。他说，未来的国际上局势只会更加分裂，因为那些有最强大、最有资格坐在餐桌前的国家，并不想给其他人让出位置，哪怕只是远比其他国家已经出现了。好，我们再看到，那现在美国的苹果公司的库克现在是不是要搭起美中之间的桥梁呢？这个库克现在呢，会见了中国大陆商务部的这个部长他说，称泛国家化安全无助于经贸发展。那双方就苹果在华的业务发展呢，以及中美贸易的关系呢进行交流。那王文涛就讲，他说欢迎苹果公司把握机遇，继续深耕中国市场，跟中方的伙伴呢建立保持稳定的合作，来实现共同的发展。那会见之后呢，库克也说他愿意做美中之间的桥梁。那这个王文涛就说，中方愿意透过经常性的正气交流助力中美经贸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库克就说，他们愿意做沟通的桥梁，来发挥稳定的作用。那库克呢会见了这个王文涛之后呢，专家就分析了这个市场冲击下，必须要借着访华来扩大苹果的影响力法新社就报道，库克今年2月二度访华，正是因为想寻求提振苹果公司的产品在中国这一关的海外市场的销量。另外，《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最近几个季度随着中国大陆的本土品牌日益受到欢迎，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是有下降的情形分析师也分析了，目前苹果公司的策略就是加强在地区的合作关系，而库克的中国之行呢，正是这个政策的一个部分那现在欧洲是不是眼红了大陆市场现在德语的媒体有说，金砖国家这个峰会应该给欧洲敲响警钟。怎么说呢？这个是新苏黎世报，他说这个克山的金砖国家峰会应该给欧洲敲响警钟，因为西欧还在活在安全的泡沫之中那经济日报就报道了，欧盟官员也说，欧盟不应该在球员兼裁判，老对他国说教。这个是欧盟的理事会主席他说，一些欧盟的国家也在参与这个高峰会那是告诉欧盟国家别再对其他国家说教。那像欧盟人跟中国同意就电动车的关税替代方案进行的一些技术性的谈判，那双方呢有没有可能会有进展呢？10月25号的时候呢，传出说这个欧盟跟中国已经同意尽快就中国的电动车关税可以替代方案进行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尽管目前双方还有些分歧的情况。那再来看到的就是这个福特的 CEO 他怎么说？他说：“哎呀，中国汽车的布局很早如果再不猛醒我们没有任何机会竞争他说他不太喜欢谈论这个竞争，但是他开的是小米，福特的 CEO 开小米，然后从上海开往芝加哥空运了一辆，他现在发现他已经开了6个月，而且他不想放弃它。那在澳洲的部分呢，燃油车市场也是这样子，那里卖的最好的 SUV
不再是丰田或是福特，而是长城、哈弗，这是一个中国牌子。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彬哥，彬哥怎么看像英国这样的情形？虽然要吃小熊软糖来止饿，这个当然是一个很瞎的一个事情了。是，所以怎么会搞成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如果你观察英国海军最近这几年的表现，你就知道他们经常会出各种奇奇怪怪的包。是对，就是要不然就是机件故障，要不然就是突然之间失去动力，要不然就是哪个装备没有齐备。所以大英帝国海军本来是全世界最强的海军，曾几何时已经落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是，所以我觉得英国恐怕要好好检讨去处理。那当然，这种事件发生，除了英国自己国力不断的衰弱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英国的经济状况也不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很多地方要做很多事情都捉襟见肘。是，所以对英国现在这样的一个新内阁来说，他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拼经济，因为过去大家也都知道，过去英国在经济上的表现不佳，已经造成很多民众的不满。所以你看，英国他们这个新的内阁组成之后，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转变得非常明显。是，甚至包括本来蔡英文说去欧洲想要去英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想去政经学院看他自己的论文，不知道。然后结果英国也怀旧一下是不是，对，英国也暂时婉拒了，就不让他去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英国现在大概不想跟中国大陆采取非常敌对的一个状态，还是在试探合作的可能性。是，那金砖国家当然也吸引越来越多国家加入，那甚至很多国家也都已经表达了他想要加入的意愿，所以它是持续在壮大中。那我觉得这个南非的金砖大使讲的，他点出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也就是过去这个世界，过去这几百年，世界都是由白人所宰制，就是西方国家所宰制。那西方国家一路高高在上，对全世界下指导性，那一直演变到今天的世界，就是美国跟欧盟这些国家，好像只有他们才能够告诉人类应该往哪里走，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整个世界的经济制度，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全世界的架构。但是金砖国家现在越来越壮大，其实在告诉一件事情，就是那些过去被白人看不起的有色人种已经慢慢站起来，他们在世界上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强。世界不该只由白人决定人类要往什么方向，而是应该全体人类共同决定。所以他们会开始逐步的去挑战这个过去G7他们所立下来的很多规矩制度，甚至美国所制定的2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的一个轮廓，会开始慢慢发生松动改变。当然这是美国所不想看到，但是美国不想归不想，美国的实力也今非昔比。其实你看金砖国家现在总体 GDP 已经超过这个G7，已经不止一点哦，因为超过了大概在全世界占比超过这些G7 11%，而且这个差距可能会陆续扩大。为什么？因为金砖国家的成员越来越多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真的认为美国还有西方的国家都应该好好思考，世界已经改变了，你们追不追得上这个改变？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让库克要搭起美中的桥梁，有可能吗？他是很想要了，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力有未逮。那今天这整个这个报道，从英国到库克到金砖到就是澳洲以及福特的 CEO 开小米汽车，这个还不愿意放弃。是，其实两个现象呢，第一个，大家真的都在做准备川普上台之后的对于世界经济的动荡。好，他一定会。我不是说他一定会上台了，但他上台之后，他一定会造成世界经济的动荡，因为他是关税侠，是，他也要交易，而且他话都喊得很高，价码喊得很高。那我们已经这个被你骗一次，被你欺负一次了，我第二次来被你欺负，就是我蠢了嘛？对，没错。可是呢，问题就是美国真的他的筹码很高，有些人会，那它产生的冲击就是什么呢？你就是企业家开始就真的是找到自己的出路，那因此第二个层面就是什么？你要开始更加理性的西方的企业要面对到中国以及全球南方金砖国家他们的经济实力的发展，以及他们在制造业的强力的优势。是现在的中国人家我看了经常有一个那个就是前高盛的这个执行长。他是耶鲁大学的教授。那现在中国跟日本30年前一样，就是自己的结构问题造成的。他如果不改革的话，将来会步日本的后尘，脑袋坏掉。我请问你，日本30年前被美国打压，现在中国也是被美国打压，关键都是被美国打压。好了，算了，反正美国一定会打压你这个崛起的强权。但日本被打压的时候，
他就真的趴下去了。他不只因为美国对他驻军，掌控他的政治经济。你看看30年前的 Sony 是什么公司？全世界知名的科技公司、电器公司。现在 Sony 是什么公司？娱乐公司。是。这30年来，日本有没有一个领导全球产业、科技产业的一个大的公司，或者是哪个产业是日本主导？没有。但是现在中国在经过这样子贸易战、科技战，你看从17年到现在7、8年了，电动车现在变成是世界的主导。那个时候电动车还没有这么夯嘞，是不是？太阳能，以及华为又回来了，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不管它是不是里面有偷偷用这个台积电的晶片，但是就表示什么？杀头的生意有人做的，所以现在你政治人物想要去把这个大家理性的国际的经济、国际分工的市场去做扭曲，然后要让你美国这个拿最大的一块派，你做不到了。我是觉得，其实大家也都了解，现在反而是中国大陆的经济跟结合了东南亚，然后金砖，那尤其你看印度，莫迪都跟习近平握手，为什么？是他要边境稳定吗？这还不是重点呢。他背叛美国呢，他也不会。不过美国也没给他们实质的，他要中国大陆的投资、制造、技术，因为他知道印度要追寻大陆的这个发展的道路，发展自己的印度制造。你没有中国的供应链进来，你根本不可能，你在这边组装完了出口而已。而且搞不好现在大家都不要 Made in India 了，所以为什么鸿海要再跑回郑州去再扩大它的这个 iPhone 的这些制造的这个基地？所以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也开始跟过去的日本或者是早期的再后来的台湾、南韩一样，再早期的美国，他也把他的工业的这些供应链扩大。所以这些国家都知道，川普上来了，我们自己要走自己的路了。是。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呢？这个英国的弹道飞弹核潜舰啊，出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这一次是比较夸张啊，开始吃小熊软糖啊。是。那他是说他的补给被中断了，那他不但被中断，然后他在海上的任务期程呢还延长了。那所以呢，他们原来有这种诚实商店啊，就是大家自己进去投钱，然后就可以买的这种福利社的东西先关掉，然后呢关掉，避免大家买来囤积啊。接下来要大家把手边有的零食统统拿出来，大家来分配来吃，要上缴就对了。对，要大家来分配，免得互通有无嘛。有人总是没有那么有远见，先买起来囤积，或者有人不像小舰长那么爱吃嘛，买了一堆出海，对不对？是。那但是呢？其实今年1月30号，这个英国的弹道飞弹核潜舰这个先锋级前卫号，它发射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做的3X几的潜射弹道飞弹失败了。你可以想象吗？这个明明就是核三角里面非常重要的，因为潜舰它的隐匿性最高啊，结果你竟然失败了。对于潜舰来讲很可怕，你发射没有成功，它会不会掉回来，正好砸到你？很危险的哦，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啊。这件事情有没有人要提？没有人要提啊。那英国反正其实就告诉大家，它的经济力量已经不足以支撑它维持这样的一个核潜舰的一个部署啊。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库克啊，你不要想太多。你现在是因为你的 iPhone 卖的不好，而且呢再简单，所以你才这样到中国大陆去做各个的一个公关啊。我请问一下，当初华为出事的时候，当然华为是竞争厂商啦，但是美国在进行这种科技战、贸易战的时候，你曾经有出来帮中国大陆讲一句话吗？你有吗？你没有，你只是在手机卖不好的时候你就出来。接下来看中东战局，今天大家看到最新消息都是以色列对伊朗开轰了啊，在一连串
打伊朗军事目标的这个对象里头，德黑兰传出了整个黑夜里的爆炸声。透过画面可以看到，以军表示呢，正在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做精准打击。据伊朗官媒报道出来的消息是说，首都德黑兰到处都有爆炸声响，炸的是什么呢？记得吗？先前曾经有外媒的报道说，据说如果伊朗打的只是军事设施，不是打更重大的民生啊等等的设施的话，核武设施的话，他们可能不会反击，不会报复。这次打什么？大家在持续的关注。到伊朗当地时间10月26号凌晨5点多，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在继续，正在对第2波打击，是不是有打到其他的重大的设施？伊朗会不会反击？不知道。但真的开打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最担心的事情，会不会战事再扩大呢？以色列攻击被说幕后花絮，其实花絮看起来很轻松，但这事情一点都不轻松，因为大规模突袭行动里面出动了包括 F-35隐形战机在内100多架的飞机，还涵盖了范围2000公里以内这样的范围。以色列国防军现在密切监视伊朗、伊拉克、也门、叙利亚还有黎巴嫩。黎巴嫩你们打到快废了，黎巴嫩打了这么多，还在观察他们潜在反应，真主党还有没有可能再用一些自己的火力再反击？一系列可能的报复行动正在做准备，因为也吓到美国啦，美国也赶快派战机到中东去防卫，不是防以色列，防伊朗，因为担心伊朗反击喽。所以美国称呢，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攻击是有针对性的是符合比例原则的自卫的就是说美国没有参与行动。但是这是以色列自己自发先前对于自己保护自己国家的行为，所以没有谴责，也没有负面的意见。那么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说，有很多架美空军 F-16战机抵达中东，用来保护以色列所以呢，打人的是以色列，美国要去保护的以色列。那为了防范伊朗要继续射1000枚导弹，因为这是先前他们的国家国防单位所宣布的，如果真的要打，那他们也不会客气所以有没有1000枚导弹，会不会报复，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大陆的军事专家魏东旭说，为什么前一波伊朗去打反击，曾经打200发的这个导弹，产生的一些部分突破他们防空网的效果呢？那是因为呢，伊朗把传统弹道的弹头突然给它升级，是超乎以色列预料的。它在末段的这个航行的飞速的时候会突然加速，或者是小幅度的变轨，用了所谓的兵法创造自己的弹道，才会让以色列侦防的系统来不及侦防，改变的方向，才会炸到目标。《纽约时报》说，以色列一旦跟伊朗开战的话，4大原因就会导致全球毁灭性的灾难。因为首先光看到以色列跟伊朗是中东拥有最强大2支军队的2个国家，所以以色列很强，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伊朗在武力上也不弱，尤其手上也还有核武。如果两方打起来，会是什么状况？伊朗军队呢，最大的武装部队也还包括了伊斯兰革命卫队，至少有58万名现役军人，20万名预备军人，还有大量无人机啦，能够低空飞行的啦，等等的这样的攻击力道，现在真的打了伊朗之后要怎么收拾？有没有可能把美国或波斯湾其他的国家都卷入其中？战事不断的升级，以色列的气焰越来越大，它的大以色列计划会推展到哪里？有没有可能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呢？美国很怕沙烏地阿拉伯会选边站，所以战机飞过去，恐怕也是要阻止其他国家插手到这次的冲突。摩根大通执行长告诉大家，其实现在分析什么国际经济局势发展研判已经不重要了，前景不重要了，他更关注什么？地缘政治的局势风险非同小可啊！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他认为多国已经在进行地面战的情况之下，加上现在中东局势的变化，第3次世界大战俨然已经开打，什么经济前景都假的啦！一旦经济被战争给摧毁的时候，完全是没有办法在可预判的状态下会发生。那么传出很怕会卷入以伊冲突的这个美国已经跟沙烏地阿拉伯提出共同的防御的保证，也就是说避免沙烏地阿拉伯也被波及也当然是要保证他不会出兵去协助伊朗，所以呢就去跟沙烏地阿拉伯先谈了条件，这样子会有助于伊朗不要动手吗？因为比较没有盟友。那么帅将军怎么看？现在打到现在，打了伊朗，接下来伊朗必然反击，还是为了大局有限的来做反应？我想这些假定的事项都太夸张了，什么第3次世界大战，
根本没那个事儿。今天讲良心话，你看那第二个错误在哪里？伊朗是有50万部队，以色列也有几十万部队，但是两个陆军会见面吗？隔个1000里你去打，没那可能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伊朗的总统也早就释出一个管道，你只要不打我核能设施，不打我核电厂，我不会对你做出很强烈的反击。这个话已经把善意释出来了。第二个，今天早上这100架的攻击有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目标的伤害？到现在没有看到，不知道。好，我请问一下，你这个飞机要 F-35I 以色列的逆中的飞机，最大航程1600公里，这边是来回2000公里，你是不是要带很多的油箱，而带不了多少弹药？而且你回来的时候还搞不好要在伊拉克或叙利亚这边到美国军地加油或下降，或者你的加油机去接那么多100多架，你怎么接？所以这些问题啊，所以他攻击伊朗的效果不会很强烈，而且听说爆炸的声音都画面都很小，这就是什么？满足以色列的人民的交代，他攻击我了，我要回打一次。伊朗也是一样，也是吹牛，我有1000多个超音速飞弹，你知道超音速飞弹多贵吗？你有1000多枚，上一次你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呢？对不对？前面都是省着用，怎么省呢？用无人机，用火箭炮，在这个黎巴嫩那边，等到你铁穹弹药空了，来个1-2发，就代表什么？你超音速飞弹都是上千万美金的，你以为伊朗那么有钱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双方都是给自己人交代，你打我，我就还你一拳，所以我报复。世界大战怎么打得起来呢？你旁边那几个国家能够牵进去吗？按照地缘战略来讲，真正能伤害的，如果说黎巴嫩很强，或者埃及很强，或有可能，因为他们领土边界是接界的。以前6日中东战争，埃及曾经打到过戈兰高地啊，那个时候是那个独眼龙很厉害，把他打回去了。带洋。所以问题就是说，评估一个战争有很多是政治上的一个回应了。今天以色列讲啊，你上次打到我，我要报复，对不对？那伊朗也讲，你要报复的话，我会再报复，对不对？但是问题你看能力嘛。以色列对付伊朗也只能空军轰炸，要不然就是导弹攻击。我告诉你，全世界的战争没有陆军的完全占领，这个战争不会结束的。你顶多多打几栋房子嘛，没有决定性的效果啊。你想当年波兰投降，华沙被轰炸的上千架次，然后地面装甲部队到了，他投降。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要看战史嘛，要了解战争的本质啊。这个高来高去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看《蜀山剑侠传》一样的，那个飞弹飞来飞去，不会到灭国的程度啊。他可能会吓到你，或者你来逼你的谈和，这都有可能。但是亡国不见得，所以根本就引不起第3次世界大战。你请问中东这一块地区能卷进去多少国家？是姜是老的辣，帅将军讲的。刚刚有美国媒体这样报道，美国媒体叫做这些是一家网络媒体他报道这个叫这个媒体的名称，不好意思，广告那么多，一直把我手机给占据了，叫做值得。这个媒体报道说，伊朗被打这件事情，其实在前一天呢，以色列已经跟他通知了。我会攻击哪些位置，以及不攻击哪些地方，先加以通知，这叫做打招呼的概念啊。所以就像 say 好的这样子，这个值得他引述的是3位消息来源来指出，而且是来自于美方跟伊朗这等等的情报单位的消息说，那表示这个是很有可能，所以也引不起所谓第3次大战，而是就是互相交代一下自己的支持者。那伊朗也要保证说他不会回击，怎么看，周老师？好。这个其实对于贺锦丽来说，等于就是以色列送的一份礼物了啊。虽然不能说是大礼，但最起码就是说以色列完成了他的动作，但是也让世界看到，就是说美国还是能够有效的节制以色列，跟过去拜登这个苦口婆心要拉住以色列继续打这个攻击的那个情况啊，其实有很大不同。
那其实不只是像刚才主持人讲到事前打了招呼，在这个攻击行动结束之后呢，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给这个美国国防部长打了电话。他们很快就做了通报。那这一次的攻击行动其实很短，那几个小时，而且更有趣的是什么？它是在半夜的时候进行，其实凌晨啦，就等于是天亮之前就结束了。大家都没有感觉到有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已经结束了。然后在3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具体的伤亡好像是说有2个人死亡，不过呢，整体来讲其实没有太多这些伤亡。凌晨的好处是民众比较不会出门，对吧？对，比较好控管伤害。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就是等于是以色列做了一件事情，然后但是呢，没有就是减少了伊朗在立即大规模报复的一个理由，也给了美国一个面子，就是说的确美国的这个出手是有帮助的，他没有攻击核设施，没有攻击它的能源设施，没有攻击它的石油。那这些其实对于美国来讲，等于他就能够有效的去掌控这个局势。当然，现在大家关心的还是在黎巴嫩的情势了，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伊朗跟以色列的相互攻击？它的源头是在哈马斯，但更关键的是在黎巴嫩。上一次伊朗攻击，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以色列攻击了伊朗的这个本土嘛。然后接着是什么？就上次是因为暗杀了在伊朗本土在德黑兰的这个哈马斯的领袖，这一次是因为以色列这个就是去暗杀了这个真主党的领袖，所以关键还是在黎南。现在的情况，以色列对于黎南是要持续的推进啊。他现在说要停火可以啊，他要能够随时的进出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认为说，2006年那个联合国1701号决议，那个时候是规定说，这个地方不可以有不可以有非政府的军队，也不可以有任何外国提供武器给非政府的军队。而所谓非政府的军队，就是指这个真主党嘛。然后以色列，那当时联合国是派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就是要去避免。要去避免这个当地的非政府的军队取得武器，避免当地非政府的军队继续攻击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认为说，你当时的设置的这些联合国维和部队根本没有办法发挥效果，所以他现在的攻击以及未来他要能够自由的进入这个黎南，就变成是一个合法而且必要的。那这个如果真的落实下来，当然对黎巴嫩政府的主权当然是很大的一个限制。那更大的一个危机是说，那以色列未来跟真主党这种直接的冲突可能还会继续下去，那是不是能够消弭以色列跟伊朗的之间未来的一个摩擦？我觉得目前看不到这样子一个迹象。委员怎么看？这样我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一样，我们从历史上来看，有一段话是蛮经典的：一连串的错误加上意外，就会构成悲剧。你不觉得这一句话现在放在中东好像是这样子？现在整个中东的情势是极为混乱，乱成一锅粥。这个角度那个看法，大家都各说各的。那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也罢，为自己的表演也罢，都在做一些有利于他自己的事，乱成了一锅粥。现在整个的环境是到了没有办法预估的一个危险的状态。你说这个是以色列跟伊朗讲好的，是不是？是这样子吗？是点，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的预测。媒体的报道，是来源也不知道。就这么预测但是呢，它是极为危险、极为严重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你没有发现，面对这样的一个中东的情势，极为无奈。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发现的是一个拉偏架的美国。而且看在他对整个的世界大局是越来越控制不住了，然后呢，欧洲是慢慢的自顾不暇。现在每一个欧洲的大国内部的政治的内政都已经搞得每个人都是岌岌可危啊。何况这次乌俄战争把自己也搞得经济上很大的压力那另外一个大国叫中国，他现在显然是不愿意介入，因为不介入对他是最有利的。那俄罗斯呢？现在是深陷困局，影响国际的所谓的五常现在怎么样？就是一个无奈嘛。大家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再来看看，台湾好像也在这个当中你们觉得现在世界大概是3点半个火药库第一个当然是乌克兰，第二个当然是中东，第三个台湾不小心难道不会成为火药库吗？台海、南北朝鲜都是。对啊，那朝鲜我把它叫半个。
因为那个是比较奇特啊。它比较奇特的地方是，我对你很生气，然后我打我的嘴巴给你看，这样子。我对你很生气，我炸我家自己的铁道嘛，然后还是我盖的呢？对的，我对你很生气，然后我再回进自己放个火炮嘛，对不对？这个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千万也不要掉以轻心，悲剧是一连串的错误加上偶然就会产生。是，好吧，那我们来看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中东，大家担心有没有可能被控管住？在俄罗斯俄乌战事里头呢，北韩士兵去军援了俄罗斯之后，现在发生了什么状况？这个发展也越来越戏剧化哦。发现新闻有个报道说，拦截到了乌克兰说，国防部的情报总局拦截到前线的俄罗斯方面的通讯，内容是什么呢？俄军人对于北韩这些部队啊，能够拿到枪械弹药很不满，就是说来了北韩这些军队来抢武器的拿弹药的那他们自己抢走了，那我们怎么办？还称这些北韩士兵每30个人要配3名俄国的军官。一个翻译，因为要翻译才听得懂啊。那么让俄军在对话里直呛，是要从哪里找那么多军官出来？甚至更情绪化的是，称北韩这些士兵叫做 K 营，痛骂这些北韩军人叫做该死的中国人。那跟中国一点关系也没有，但他就是情绪的各种的谩骂已经发生了吗？北韩派到俄罗斯俄乌前线去。一开始传出来是精锐部队，可是怎么现在报道不是这样吗？被派到俄罗斯这些北韩军人看起来平均15到20岁左右而已，精锐部队应该是不可能这么年轻。然后再加上他们的月薪呢，被说达到$2000，$2000很多吗？观众朋友，我们看到台币一笔大概就是台币6万多块，6万多块的薪水，但是这6万多块却是当地人北韩当地人收入的23倍，你要去卖命6万多块，那被当地人觉得这样已经是好工作，因为薪水很高。好，那所以南方的情报单位发现被派去的反而不是精锐部队，而是娃娃兵吗？或者是更年轻的、没有经过训练的炮灰吗？根本没有办法活着回家用这份高薪吗？不知道，至少现在南韩的报道是如此哦。所以现在多架36架苏35战机，北韩传出来拿破万的炮灰跟俄罗斯交换，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兵去支援俄罗斯，其实就是为了普京答应北韩就说要给他这个战机，送给他，跟他做交换。那这些战机就有12000名的士兵去做交换，参与战事。值不值得？这个领导人的看法跟一般民众可能是不一样的。北韩也第一次正面回应了有没有派兵去这个消息。北韩的外务省副相金正奎说，有注意到近期国际上很多的报道跟舆论但是我们不直接干预国防省的行为，这个事情也没有必要另外确认。如果存在国际舆论所描述的事情呢，那也是会符合国际法律规范的行动。而南韩则是宣布韩国当局会下个礼拜派遣代表团到北欧欧盟共享有关于北韩派兵援俄的情报。泽伦斯基说，俄罗斯最快10月27号就会部署北韩军到乌克兰的前线，现在可能还在这个训练的阶段，还要在抢武器、抢弹药的阶段，不知道了但俄军现在进展到底如何？这个在风尘仆仆之前，乌克兰打到往北占领的俄罗斯区域的部分，现在呢展示所谓胜利计划的时候，看到蓝色这一区是剩下来唯一还在乌克兰控制的区域，其他大概46%的范围，橘色、红色都被俄军夺回。但其中有个现象蛮有趣，就是发现俄罗斯好像都不急，包括要夺回这个区域，因为其实乌克兰士兵在这里已经完全被包夹的情况之下，孤立无援。可是呢，他也不急。打了已经多久了？1个月了吧？他也还是大概是这样的范围在进攻，包括红军城也一样。红军城，你看这个距离，目前上次我们谈的时候还距离8啦、7公里，现在进展6.7公里，1个礼拜其实也才进展了1公里。那显然也不急，就直接现在往塞利多韦另外一个城市正在进展当中。他只是把红军城用封锁的跟南部、西部这个地方用封锁的部分来处置战事的推展，红色区域就是俄军的推展进度。那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本周传连已经打下4个城镇，要攻击乌克兰的工业能源发射的地点了。所以呢，接下来下一步到底战争往前突破可以到多少？大家观察俄罗斯不急的原因不知道是什么。现在天气
状况应该也是不利于战事。BBC 报道，俄军开始要对塞利沃多韦发动攻击的时候，这个城市代表意义就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距离红军城近，同时它有地雷，既有地雷，也有高层建筑，也可以牵制敌人，阻止俄军从南部转向红军城。乌克兰就分析了，如果俄军不夺取塞利多韦跟邻近的土地，俄罗斯向西北方向红军城推进的风险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只要拿下了塞利多韦，往前进就快很多，没有拦阻了吗？将军怎么看最新北韩去援助俄罗斯的这个战事？这个信息很混乱哈。这个如果说俄罗斯部队骂这个北韩军人抢枪抢弹药，这就不太容易理解了哈。难道俄军没有枪跟弹药，或者北韩自己不会大爱吗？这都是问题。第二个最严重的问题，该死的中国人。所以我们常常看，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会有。为什么？高阶层的普丁跟习近平可以拥抱，可是沿着边疆的这个俄罗斯人跟中国人不见得很友好啊，不见得很友好。那个以前分不清楚，北不韩人还是中国人第一个是分不清楚嘛，第二个因为贝加尔湖，我们曾经中国还派了一些人去垦漠，遭到那边的俄国人的排斥，你知道吧？因为你来等于抢我的地嘛，干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现象，那新闻不清楚。第二个，北韩又不是没有正规军，干嘛派娃娃兵去？而且娃娃兵去换30几架苏35，那俄罗斯的这个交易不是亏了大本了吗？我真有点怀疑。如果说派一个没有战力的部队去换30几架苏35是很好的飞机哎，对不对？所以这些情报都有问题了。根本就是假新闻。对嘛？可是战机不是免费拿，是可以买而已。你买是要付钱的。你以为北韩有多少钱啊？北韩很穷的啊。第二个，这边的滑稽现象更多了，南韩跳起来骂了。对，南韩很激动，所以这很多报道都是南韩。哎，好，那你要真的有本事的话，南韩派一个部队也到那边去，乌克兰嘛，跟北韩的部队较量一下，到底是你北韩行还是我南韩行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大国做事没有像我们这个新闻那么紊乱。这个普丁先到朝鲜去拜访金小胖，签了俄朝协防规定，战略伙伴里面还有一个武装部队的协防，这个就已经超过这个战略伙伴了哦。那既然有这个是我的盟国，你乌克兰打到我俄国本土，所以我就可以邀请这个协防条约里面的北韩军队去打他，你懂了吧？这个就把这个理上面先说顺了。第二个，你要1万多个娃娃兵吗？我不相信，这个我真的不相信。所以这些事情啊，再讲这个红军村，红军村是一个坚固据点，就是很难打的。它有3道防线，又有城镇，又有碉堡。最近半年，俄罗斯的打法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看新闻，来几千辆坦克车冲啊，被打得头破血流。后来就用炮。现在你发现没有，俄罗斯不再打绞肉机的战争了，因为俄罗斯也死了5、6万人呢，在国内也是压力很大，所以他现在用的是什么？用包围红军村的，他两边拓展包围，等到你要撤退的时候，他用火力歼灭你因为撤退的部队是没有什么掩护的，最脆弱就是这个。所以中国古时候兵法围城必决，听过这句话没？我围了一个城，我要开一个口，你走，我何必跟你面对面硬攻呢？我把你困了，没弹药，没粮食，哎，你去退，你退的是用炮兵，用飞机，因为俄罗斯优势的是空军、炮兵，这个是用火力杀伤，不要拿兵去牺牲。打法是这样的，但是我个人总是觉得金正恩是一个无法预测的领导，他会做什么事情不知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如果是金正恩。北韩要支援12000的部队前进到俄罗斯协助俄乌战争这件事情，就现在很多的报道，包括从南韩来、CNN 来，都说，结果发现派去的都是娃娃兵，15到20岁，然后甚至战力不足，跟
俄罗斯的军队在抢物资、抢什么枪支弹药等等的。可是现场来宾几位好像都一致认为这好像是假消息吗？左老师怎么看？是不是假消息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了。不过我现在是看到像这个南韩的这个朝鲜日报也报道了这个，就是说大概是10几、20几岁的人啊，所以也没有说全部都10几岁了，他就说10几岁、20几岁。但比较有趣的是，为什么南韩对这件事情反应这么强烈？啊，因为当然第一个，美国对这件事情反应很强烈，因为这表示俄乌战场的这个升级嘛，包括北约也都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会升高双方的这种对峙啊，会升高整个战争的这个扩大战争的这个规模啦。这当然是第一个，所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苏利文跟日本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局长秋叶刚元，以及南韩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室的室长啊，这个申其元，他们就在美国有会面，当然就表示说这个情势当然很紧张。不过我觉得比较值得我们观察就是南韩要采取什么行动，那你就会看他采取行动，就知道为什么他反应这么激烈。南韩要做2件事情，第一个，尹锡悦说要提供乌克兰攻击性的武器。他说之前南韩是没有提供攻击性的武器的，可能就是一些其他的支援性的物资，但现在要提供他攻击性的武器，因为他认为这2个国家的这个就是北韩跟俄罗斯的合作，其实会构成对于整个区域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威胁，所以他的重点当然是俄罗斯对于北韩的军事援助。还有第2点更有趣，为什么会出来这个10几岁、20几岁的人？他说，因为这一群人呢，他因为年纪比较轻，他没有什么战力，所以他心理很脆弱，所以这个时候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发送传单。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个是为谁打仗啊？然后你们在这个俄罗斯可能吃不饱啊，然后这个如果你投降给乌克兰，就会有很好的待遇啊。所以现在他们准备了大批的这种韩文的传单，因为乌克兰他要自己做这个传单，他还要用机器去翻译，很慢，然后可能也翻得不好。但是韩国政府可以提供这个，然后用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送到这个北韩的部队里头去。那因为其实过去南韩就不断的在向北韩发送这个传单，用无人机也是造成南北韩关系紧张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他说，等于你有这么多人在那边，刚好就是针对他可以就进行心理战，所以这个大概是南韩未来会采取2个方向的行动。时间有限，你要补充是不是？南韩做的这个是学我们当年韩战的时候。我们派了那个政战军官跑到那边去搞这个传单，反攻意识能够回来。谢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抄这个的。